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佛罗伦斯了，看一下这个，我现在身后方的这个呢，就是米开朗基罗所打造的这个大卫雕像。那这个是一个青铜的复制品。如果想要看米开朗基罗的真迹，那就需要到博物馆里面才可以看得到这个真迹的大卫像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这里就是米开朗基罗广场。看一下，现在刚好有一只小鸟在它的上面，还蛮可爱的。它的头发就像是一个鸟巢一样。这一桌的市集主题是以 cheese 为主的。那我们稍微先逛一下这边的市集吧。这是玉米糊，然后还有卖一些腊肠，这种放在披萨上面的。那最多的就是卖 cheese 的。这个我刚才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。看一下这个 cheese 上面沾满了这些很像豆豉的东西，味道非常的重，感觉很像是豆豉在上面。还有辣味的巧克力，没有感觉啊，没有感觉会辣。还有一些花草啊、柠檬的巧克力。在这个广场最棒的呢，就是你可以从这里一览整个佛罗伦斯，可以从米开朗基罗广场这边看到这个最有名的圣母百花店。佛罗伦斯主要建成的时期，其实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有文明在这边了。不过真正开始活跃的时候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忍者龟四大天王就都是从这里出来的，像是达文西啊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、多纳泰罗。那大家可以发现到整个佛罗伦斯，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城市，走到哪里都有一个浓浓的艺术风味，建筑都是非常的独特。这一区呢，这里是佣兵两廊，这里有很多这种裸体的战士们。哇，像这个战士还把一个头砍下来了。这个两廊呢，这边它也是一个主要的市集，看一下就在正对面这边，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市集，很多卖纪念品的地方。然后佛罗伦斯的市政厅就也是在这边。那在市政厅的前面这边一样是有一个大卫的雕像，比我们刚才在米开朗基罗看到那个还要再大一点。这看起来应该是有2倍的大。我觉得意大利这边的每一个喷泉都是非常有特色。这个广场也叫做领主广场，算是整个老城区最繁忙的地方了，非常的多人。然后如果你有想要坐马车，一样在这边是有马车可以带你环绕整个城市的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圣母百花圣殿，非常的壮观诶，这间教堂，它是这种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的风格。这个也是在意大利最早开始实施文艺复兴的建筑之一啊，它是在1246年的时候开始建立，一直到1300多年的时候才建造完成。全部都是以这种大理石下去打造的，跟我们在比萨看的教堂有点雷同。百花圣殿跟比萨的大教堂呢，他们算是同一个时期所建造这种文艺复兴风格的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过去，百花圣殿就像是一幅画一样，色彩非常的缤纷。它都是由这种白色跟绿色的元素下去穿插所建造出来的这个建设，非常的美丽。就在百花圣殿对面一样是有一个洗礼堂啊，最著名的就是它门外的这个天堂之门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要来圣母百花圣殿的，要提早时间到。因为这边呢，它只有开放到4点半就停止让人家排队进场了。我刚好到的时候是最后一位，然后我后面的人全部都不能进来了。大家在后面苦苦的哀求，这些保安还是不让他们进来。这边还有这个许愿树，有点像是我们点光明灯的感觉。圣母百花圣殿
我倒觉得里面还好，没有像它外表那么壮观。里面呢，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哥德式的建筑，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，顶多就是有一些马赛克的装置艺术，然后一些雕像啊，其他的这些建筑的构造就都是蛮简单的。那当时的人们就是觉得教堂盖得越高，可以离上帝越近。所以当时的哥德式的建筑是一间盖得比一间还要高。那一直到圣母百花圣殿的最中心这边的主殿，在主殿这里就有一幅很华丽的画作了。我觉得到意大利的每一间教堂看起来都像是进入了美术馆一样，每一个教堂它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画作。在欧洲这边的大教堂呢，我也觉得很特别，他们都好像是自带有冷气。进来每一间这种大教堂，它里面都特别的凉，冬天来的时候好像会太冷，冬暖夏凉的那种感觉。看一下整个教堂的门面，完全不留痕迹，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到位。然后在正中间这边还有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雕像，在左右各有6个雕像，刚好是12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耶稣的12门徒。整个这个教堂的大门也是非常的壮观，难怪一间教堂需要盖100年，这样的水准盖个100年已经算是很快的了。而且以前的那个年代又没有像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。从领主广场那边一路走过来呢，这边也有一个小市集，这边就是可以买一些包包啊、衣服之类的，感觉这边卖的东西就会比较平价一点。市集走过来呢，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景点，这里有一个野猪喷泉，大家会在这边许愿，然后从他的舌头里面丢零钱进去，看会不会掉到这个下面的洞里面。有掉进去的话，就代表是有完成啊，这样就是没有完成的。野猪喷泉呢，它就是在这个小市集里面，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像是希腊神殿的这种建筑。回到我们的车泊地点了。我们的车泊点就在这个山上的大教堂旁边，这边是一个非常好俯瞰整个佛罗伦斯的景观。等一下晚上的时候一定是超美丽的。大家都在这边等待夜景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做个结尾咯。